哎，大家早了啊！又是新的一周。今天北京空气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啊，但风还在继续。感觉比昨天的风稍微小一点吧。现在应该是我刚折返6公里多，再往北走。风是西北风，所以现在是有一点顶风。今年还是轻松跑，我大概想了一下，就是改到4个训练日，好4休1，所以第一天就是强度，昨天跑的，第2天是轻松跑，第3天可以跑一点点，类似于法特莱克或者是变速或者冲几组冲刺，然后第4天就是相对的一个长距离。这个就是借鉴了汉森的那个思路，就是让长距离靠后，然后用几个训练日的疲劳来模拟马拉松后程的那种疲劳感。对，行，待会儿我们再聊啊。刚刚跑过了7.65公里，现在还是一个稍微顶峰的状态。感觉这个天儿有点像冬天的北京了，干冷，因为现在温度低，空气中的湿度也比较低，所以这就导致现在感冒的人很多呀。注意增减衣服吧，尤其室内现在有暖气。现在左腿稍微有点不适，主要膝关节外侧的髂胫束有点不能疼，有一点点感觉。然后在热身的时候做这个高踢腿，左侧的腰也会有点疼，这应该是我以前的腰伤。我感觉就是我的整个左侧的这个力量要弱，平时可能感觉不出来，但是你做这种分体的，就是左腿和右腿分开的力量训练的时候，明显感觉到左腿是那个痛感会更强烈，就是这个感觉判断出这个左腿的整体的力量是偏弱的，平时可能更多就是右腿或者其他肌肉代偿了。今天早上起来把段永平先生的那个采访，应该就前几天吧，接受雪球的采访，完整的看了一遍。昨天晚上没看完，很长的，差不多2个小时那个采访，我觉得特别受用。无论是不是做投资或者做企业，我觉得他讲的很多东西都是值得借鉴的，或者最好能去实践。我觉得对我影响，或者说有点震动的特别大的一点，就是他在我记不清了，应该是上大学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能力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很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已经坚信学习这件事情是可以终生进行的。然后第2点更关键，他认为或者他相信通过学习这件事情是可以学会的。
如果你笃信这2点的话，那就基本上是，抱歉，有点顶风啊，这个风噪可能会比较大。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。我在回想我大学4年，其实是我人生中可能最黑暗的时候，完全迷茫的状态，不知道怎么着就把大学混完了，很糟糕的4年。我今年已经快还有几年就50了，是吧？其实心态有时候有一点老，很多时候都，你不说拒绝，可能对新的这种事物都不太感冒了，有它一它无所谓，这种心态了。我觉得这点挺不好的，所以整个这个采访听下来，我觉得对我影响最大，可能或者说对普通人最有价值的，可能就这句话吧。永远相信你是可以学习的，而且是可以学会的。那这个东西就抹平了人与人之间的差距，对吧？他也许比你做得好，但没关系啊，你可以学啊，你哪怕学得慢一点，半年、1年、2年、3年，其实可以学会的，是吧？我们从小上学，其实我从小体育不好，然后语言也很差，英语一直都是不好，但是现在我换了门语言，我在学日语。当然他也聊到很多其他的方面，这个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翻翻那个雪球，因为是他们官方出品的，国内应该有，国内也有版本，应该可以在线上看到。我就说几点，想到哪儿说呢？但是呢，不可回避的聊到了投资。怎么说呢？它有一个 stop doing list， 就是不碰的事情的一个列表，但这个应该是跟老八或者是芒格先生学习的，就是他们的那个企业文化就步步高的企业文化就是这样，有一堆事情是不做的，这样才能减少很多犯错误的机会。相对来讲，把时间拉长，你做同样一件事情，你的成功率就高了，对吧？你犯的错少了，别人可能做的很大，可能很快就倒掉了。然后这种文化可能影响了段永平先生，所以他在投资的时候也是这样，有一个 stop doing list。对，具体的话可能有很多书，包括雪球上有很多他的帖子。反正我看了这个采访之后，我就内心特别淡定了，因为我买的都是基本都跟指数相关嘛，标普、QQQ， 当然 QQ 给卖了，我觉得美股的估值有点太高了。国内的话，黄金股我是很看好的。对，这个就完全看自己啊，投资还是自己决定。然后才聊到了教育。
聊到了他和他的儿子的关系。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他提到给孩子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。首先就是不要打孩子，然后不要责骂孩子，给孩子一个，或者这么说，做一个情绪稳定的家长吧。对，就是你不做情绪稳定，你什么都不做，其实好过很多你乱搞东搞西搞一下的状态。对，我觉得是的。回想起我女儿，可能也从小到大有那么几次情绪失控的时候，这个可能对孩子可能是一种很持久的伤害。尽量避免吧。还有什么？聊到了人工智能。他觉得应该是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吧，类似于工业革命的这种。他也十分看好英伟达，包括台湾那个叫什么 TSMC。对，这是一场革命。然后他同时不看好汽车这个行业。哎呀，是行，就聊这么多吧。还是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这个段永平的采访。无论你是学生也好，还是打工的人，还是做企业，还是退休，我觉得很受用。行，就聊这么多吧。关键得践行，是吧？相信自己，还是那句话，相信自己是可以有学习的能力的，而这个能力并不会随着年龄而衰减，多大岁数都可以学。关键你是可以学会的，你可能会比别人慢一点，对吧？像以前我初中的时候，所谓的那种数学特长班，我们参加就是区的或者北京市的数学竞赛，都是一次参赛都有差不多1/3甚至一半的同学得奖。那我在其中其实就微不足道了。我觉得我身边的人个个都太聪明了，整天就是玩，但怎么就是一做题就比我厉害。没关系，慢一点有慢一点的好处，是吧？我就像跑步这件事情，短跑不行，那就长距离，对吧？行，就说这么多吧。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这个视频。好，我们一会儿再见。哎，跑完了啊，我都拉伸完了，拉完伸才想，哟，结尾没有录呢。对，跑完了还挺好的。11.56公里。然后我觉得我这个手套可能是需要改进一下，其实挺厚的，但是它漏风，有风的话就是手挺凉的。其实就是手最冷，而且冻有点。看看下次是不是再穿一层手套。好，就这么着吧。注意了，大家好好工作，对吧？周末也不远了。行，就这么着。
吃好睡好玩好运动好。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